那石猴呢，已经迷失了本来面目，日后取经路上，需你助一臂之力。取经路上？不错。难道师尊对那石猴还另有重用？不错。然而不在此时。此时他深受贪嗔痴慢疑等五毒之困之重矣。这五毒化为金木水火土，而名之为五行山。如果他的心一直没有半点忏悔之意，他就离不开五行山。启奏佛祖，五行山已将那孙悟空压到山中，可是那大圣的头还是伸了出来，兀自叫嚣不止。那五行山也被他撼得震动了起来。不妨不妨。阿难，弟子在。阿玛尼贝美。你将此帖贴在那五行山顶上，待他灾延满日，自会有人救他。遵法旨。是时候了。莫非那石猴已然悔悟？会意已有，若说到大悟，言之尚早。那师尊所言的时机是？我观四大部洲，众生善恶各方不一，东胜神州，敬天理地，北距泸州，性捉情痴。我犀牛贺州，不贪不杀，养气乾灵，虽无上善，却人人长寿。但那南瞻部洲，贪淫乐祸，多杀多争。正所谓口舌凶长，是非恶害。我今有三藏真经，可以劝人为善。哪三藏真经？我有法一藏、谈天、论一藏、说地、经一藏、度鬼。三藏共计35部，该有15144卷，乃是修真之经，正善之门。我待要送上东土，怎奈众生愚蠢，毁谤真言，不识我法门之要旨，怠慢我瑜伽之正宗，怎么得一个有法力的？去东土寻一个善信，教他苦历千山，远经万水，到我处求取真经，永传东土。劝他众生，却乃是个天大的福缘，海深的善庆。
不知谁肯去走一遭？弟子不才，愿上东土寻一个取经人来。此人尚未出世，如何寻找呢？这金蝉子。金蝉子，你现在如有悔意，还来得及。弟子无悔。算我老孙，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把我老孙压在这儿，用卑鄙的手段，有本事再给我打呀！打呀！打呀！来呀！打呀！有本事再给我打呀！气死我了！放我出去！什么天兵天将、玉帝老儿、天王二郎神，有本事都下来跟我拼个你死我活！我老孙若是赢不了你们，我就是你孙子！是不是我真的错了？是不是我错了？啊？为什么没人帮我呢？为什么没人帮我？是不是我错了？有没有人告诉我？有没有人告诉我？有没有人跟我说我到底错在哪儿？有没有人跟我说？谁跟我说？
又让这头狐给跑了，可恶！干嘛打我？说你呢，我又没招你。哼，干嘛打我？原来是真的，原来传说是真的，这儿真的压了只死不了的猴子。哼，你有本事就杀了我，杀了我，我好解脱。来呀，杀呀！来，杀我呀！杀呀！哎，别跑，别跑啊！嘿嘿，回来杀我！算你聪明，砍我的脑袋，坏的是你的刀。为什么会是这样？就算是犯罪坐牢，也得有个期限呐！熬不过，总得有个死吧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让我在这儿活受罪？我知道错了，我不应该恃强凌弱，我不应该横行霸道，我不应该这个，不应该那个，我都不应该。那既然知道我是个不懂事的畜生，也总得有个人过来教教我吧。也不能让我在这活受罪啊！也没人教我，没有人教我。难道这就是天理？这就是公道？佛法是这样讲的吗？啊！启禀佛祖，那金蝉子已经成为东土大唐弘福寺的住持，深受僧众的爱戴，法名玄奘。因缘和合，善缘已到，不知尊者可否愿意辛苦一遭，度化那陈玄奘？弟子愿往，但不知此次去东土，师尊还有何吩咐？这一去要踏看路径，不许在霄汉中行，须半云半雾，经过山水，谨记路途远近之数，好去叮咛那取经之人。但人恐善信难行，我再赐予你2件宝贝。这袈裟锡杖可赠予那取经人之用，若肯艰辛来此，穿我袈裟，免堕轮回，持我锡杖，不受毒害。弟子明白。此宝唤作紧箍耳，虽是一样3个，但是各用不同。我有金紧禁的咒语3篇，你扶耳上来。记得了吗？弟子记住了。假若路上撞见神通广大的妖魔，你须劝他向善，跟那取经人做个徒弟。他若不听使唤，可将此箍戴在他头上，自然见肉生根，各以所用的咒语念一念，眼胀头痛，脑门接裂，管教他入我门来。
师傅，前面放光之处就是五行山了。哦，那大闹天宫的神猴就是压在这里呀。正是。妖猴不奉公，当年狂妄逞英雄。是哪个在山上吟诗？欺心搅乱蟠桃会，大胆私行都率功。10万军中无敌手，9重天上有威风。自遭我佛如来困，何事书生再显功？猴头，你可认得我吗？认得，你不就是南海的观世音菩萨吗？哎，你不在南海念那个阿弥陀佛，跑这儿干什么来呀？我奉佛旨上东土寻取经人，从此经过，特意留步来探你。哼，那如来哄了我。把我压在这山下500年，无法脱身呢！菩萨，你大慈大悲，救救我吧！你这厮罪业弥深，救你出来，恐你又生祸害，反为不美。我知错了，还望菩萨指我条门路，救我出去吧。你既有此心，带我到了东土大唐国，寻一个取经的人来，叫他救你。你给他做个徒弟，皈依佛门，再修正果，你可愿意？愿意！只要能出去，凭你让我干什么，我都愿意呀。既然如此，你先安心等候那取经人，他自会教导你怎么为人处事，你就别再抱怨无人教导于你了。官爷别走！哎，你别走啊！哎，你还没跟我说那个人什么时候来呀？你不是也来哄骗我老孙的吧？啊！有老虎！子午兄啊，要小心呐！小心！大师，您没事吧？多谢好汉救命之恩啊！嗨，不必了，大师。这只老虎我遇到过3次，凶猛得很。敢问大师往何而去啊？贫僧唐三藏，乃东土大唐钦差往西天拜佛取经的和尚。请问好汉高姓大名？啊，我叫刘伯钦，是这山中的猎户。贫僧的2位随从，
已被猛虎所杀。恳请好汉助我一臂之力，埋葬他们2人吧。嗨，好啊，这也算功德一件呐。师傅，师傅救我！师傅救我出去啊！师傅！这是何人在呼叫？啊，这山旧名五行山，因我大唐王征西定国，改名两界山，一边属大唐所管，另一边属鞑靼所辖。先年间曾听老辈们讲，数百年前天降此山，山下压了一个神猴，他不吃饮食，不怕寒暑，从昔至今冻饿不死。去年间我曾亲见过他一面。长老莫怕，我们下山看看。啊，有施主在，我倒不怕。我倒也想看看他长得是何模样。走。师傅，师傅，快救徒儿出去啊！师傅，师傅，快救我出去啊！师傅，师傅，快救徒儿出去，我好帮你西天取经啊！师傅，师傅，快救我出去啊！谢谢，谢谢，快点，师傅，快叫徒儿出去啊！你叫我师傅？当然了，不是叫你还是叫谁啊？这是为何？你可是西天取经人？正是。那就对了，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，只因扰乱了天庭，被如来佛祖压在此处。前者观世音菩萨说领了佛旨到东土寻求取经人，还让我留在此处皈依佛门，等候取经人认他为师傅啊。方才我听你2人在山上讲话，故此才管你叫师傅啊。原来是观音菩萨点化。你虽有善心，又蒙菩萨教诲，愿入沙门。只是我没有斧凿，如何救你出来啊？不用斧凿，只要你肯救我，我自会出去啊。我自救你，你怎得出来？这山上有个金字贴，你把它接了，我自己就出去了。那好，刘施主，你我上山走一遭吧。圣僧，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，他可是只妖猴，说不定放出来又要祸乱天下。没准圣僧跟我是第一个丢性命的。是真的，信我，信我，信我。这，信我，信我，信我。师父信我，师父。弟子陈玄奘，特奉旨求经。若有师徒之分，皆得金字救出神猴，同证灵山；若无师徒之分，此辈是个凶顽怪物，哄骗弟子，不成吉庆，便皆不得起。吾乃临崖大圣者，今日他的难满，吾等回见如来，交些封皮去也。阿弥陀佛。
我已接了压帖，你可以出来了。师傅，您二人远一些，越远越好啊！再远，再远，再远！好惊险！您没事吧？阿弥陀佛，我没事。徒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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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该下来了吧？徒儿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我来了！师傅，这位大哥，有劳你送我师傅，还帮我摘了头上的杂草，谢了啊！徒弟，你姓什么？我姓孙。那为师就与你起个法名。不劳师傅圣意，我有法名，我叫孙悟空。孙悟空，也正合我们的宗派。我看你就像那小头陀一般，为师再与你起个混名，称为行者，好吗？孙行者。好，谢谢师傅，孙行者，孙行者。长老，恭喜您收了个好徒弟，我还以为放了他会害了你我的性命。哎，这位大哥，我虽然是个猴儿，但是我还知道言而有信，知恩图报啊！冒犯，冒犯，只因为是人，还多的是言而无信、恩将仇报之徒。我这下可以放心了，相信你一定可以保护长老往西天而去。我得告辞了。多谢壮士仗义相助，感激不尽。容贫僧回城时再行答谢吧。长老无需多礼，后会有期。告辞了。告辞。师傅，请上马，咱们该上路了。师傅，我老孙在山下压了500年，终于可以出来松松筋骨，真是太开心了。老虎，师傅别怕，他是来给我送衣服的。咦，这宝贝500年不曾用过，今天出来吃饭啦！
啊！悟空，悟空，虽然这老虎咬死我2个随从，但毕竟也是生命啊！哎，师傅，我若不杀他，他便吃了你；我若不杀他，哪来的新衣服啊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多漂亮啊！不瞒师傅说，莫道是只虎，就算是条龙，见了我老孙也不敢无礼。等到师傅遇难的时候，再看我老孙的本领吧。站住！站住！和尚，哪儿走啊？趁早留下马匹，放下行李，饶你一命。哼，师傅放心，这些人是给咱们送行李盘缠来的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他说什么？悟空，难道你有点耳背？他说要我们的行李马匹，你怎么反过来说要他们的衣服盘缠？师傅放心，你尽管看着行李马匹，看我跟他们争执一番再说如何？哎，双拳难敌4手，他们6条大汉，你就1个人，怎么争持啊？请问列位大哥，为什么不让我小和尚过去啊？我们是这路上的简净大王，行好心的山主，大名远播，劝你早早留下东西，放你们过去。若有半个不字，让你们粉身碎骨。我们家祖传也是大王，怎么没听过列位大哥的名字？你居然不知道？那我就说给你听听。我们一个唤作眼见喜，一个唤作耳听怒，一个唤作鼻嗅爱，一个唤作舌长思，一个唤作意见欲，一个唤作身本优。原来是6个毛贼呀！哼，可知道小和尚是你们的爷爷？快点把你们抢的财宝都给我分出来，不然我就打死你们！这和尚分明找死！我看也是，不给我们东西也就算了，反而想管我们要东西，哼，还有这等事儿！跟他废什么话？一起上，灭了他！悟空小心！干死他！好个和尚，头真硬啊！还将就的过得去吧？你们打的手也酸了吧？刚刚老孙拿个银针出来跟你们玩玩了。原来这个和尚是会针灸的郎中变的。我们又无病症，你别动这啊！悟空，别打死人了！师傅，你看，咱们可以上路了。那些贼都被俺老孙缴了。你太残忍，太狠心了！他们虽是强盗，就是拿到官府也罪不该死啊！你只需打退他们就行了，怎么能打死他们？你无辜伤人性命，如何做得了和尚？无故伤人？哎，师傅，你没看见他们在我头上打了几十棍子吗？再说，换了别人早就成了肉饼了。你又哪里知道
他们在此害死多少人呢？师傅，再说要不是他们动手打我，我怎么能伤他们呢？他们是强盗，你是和尚，怎么跟他们一般见识？出家人扫地还唯恐伤及蝼蚁性命，为了爱惜飞蛾，要用灯纱照起灯火。你怎么不分青红皂白？怎么一点慈悲好善之心都没有？什么叫青红皂白？师傅，你瞎了！我若是不打死他们，他们就打死你。唉，我这出家人，宁可死了，也绝不敢行凶。我就是死，也只是一个人，你却杀了他们6个人。此事若告到官府，就算是为师替你说相，于情于理于法，都说不过去啊！不瞒师傅说，我老孙500年前在花果山水帘洞称王的时候，不知道打死多少生灵呢。这要是告上官府，那有的是状要告了。就是因为你没人收服，没人管教，暴横人间，7天望上，才受这500年之难。你如今进了沙门，若是还像当时行凶，一味伤生，你根本去不得西天，根本做不得和尚。你既然说我做不了和尚，也上不了西天，就别费那么多唇舌骂我了。老孙不去了，我不去了。老孙去也！这悟空如此不受教诲，说他几句，就跑得无影无踪了。罢了。你是哪里来的长老啊？怎么一个人孤零零地走呢？贫僧来自东土大唐，奉圣旨前往西天拜佛，求取真经。西方佛乃大雷音寺天竺国界，此去有108000里路。你这等单人独马，又没个伴侣徒弟，你如何去得了啊？贫僧日前也曾收到一个徒弟，可是他性颇凶顽，不听管教。我只说了他几句，他便径自而去了。我这儿有一领棉布直多，一顶嵌金花帽，原是我儿子用的。他只做了3日和尚，便不幸命短身亡了。长老，你既然有徒弟，不如我把这衣帽送与你罢了。你那徒弟往哪儿去了？东行而去了。啊，我家也在东边，倒也顺路。这里还有一篇咒文，叫做定心真言，又名作紧箍咒。你要谨记，你可暗暗地念熟，牢牢地记在心头，别泄露给任何人知道。我去赶上你徒儿，叫他再来跟着你。你就把这套衣帽给他穿戴。他若不服你使唤，你就默念此咒，他就再不敢行凶，也不敢离你而去了。多谢老母惠赐。原来是观音菩萨化身点化。
多谢观音大士相助，阿弥陀佛。这个必定就是定心真言。脚下便是东海了。过了500年了，也不知花果山变成什么样了啊！观音菩萨，参见观音菩萨。孙悟空，你不保唐僧西去，来东海做什么？好了好了，这个唐僧是个好坏不分的傻和尚，为了保他西天取经，路上只不过打死了几个强盗，他就说我残暴，一路上唠唠叨叨个不停，烦死了！不去了，不去了。你先前总要怪无人教导于你，而今好不容易得了个师傅，却又不肯受教。此后再有个不顺心、不顺意的事，可休要再怨天怨地。菩萨，你不在南海修行，跑到这东边来干什么呀？大士向东海龙王借了一幅宝图，说是要去度化冥顽不灵之徒。图，什么图？还能度化人？哎，能给我看看吗？啊？这画上画的是什么呀？啊？这是在人间发生的故事，所以大圣未必知晓。这叫做移桥三进旅。移桥三进旅？哎，什么意思啊？啊？这画中的老神仙叫做黄石公，画中的年轻人乃是汉代的张良。有一天，黄石公坐在移桥上，忽然鞋履落于桥下，就叫唤张良取来。张良连忙取来，跪献给黄石公。黄石公又故意把鞋子落下，再叫张良捡来。如此来回3次，张良居然没有一点生气不耐烦，也不认为是受到藐视或欺辱。那这黄石公3番2次的折腾他，肯定有什么原因吧？黄石公因此爱他勤谨，夜受天书，着他服汉。后来果然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。太平后，张良弃职归山，最后悟成仙道。大圣若不保唐僧，不尽勤劳，不受教诲，到最后仍然只是个妖仙，休想得成正果。好了好了，你们什么都别说了，我老孙回去保唐僧就是了。师傅，
傅，你怎么不走啊？你在这坐着干什么呀？我在等你啊。我说话重了点儿，你就使性子跑掉，我又不知道你上哪儿去了，只管在这儿等你，等到我肚子都饿了。师傅，你饿了啊？徒儿去给你化斋去啊。悟空，不用化斋，我那包袱里面有些干粮，你拿钵盂寻些水来，等我吃过以后再赶路吧。师傅，这衣帽是东土来的吧？好漂亮啊！是刚才一位老妇送我的，为师用它不着。师傅，送给我吧。你若能穿，那就穿吧。谢师傅，谢师傅。真漂亮，真漂亮！好疼啊！难道是这个帽子？怎么脱不下来呀？不疼了，不疼了，生根了。听叫了。师傅，不敢再打了，不敢再打了。这是谁教你的咒啊？这问之何用？教我之人必也知道此咒，念将起来，你定消受不了。师傅，师傅，弟子求求你，也别没事把这咒儿念出来折腾弟子。弟子愿保师傅西天取经，再无退悔之意呀，师傅。你若肯受教，为师怜你尚且不及，哪里忍心伤害你？起来吧，起来。
以后要洗心革面呐。师傅，慢点，慢点。悟空，是哪里水响的？师傅，我记得此处叫做蛇盘山阴虫涧，想必是涧里的水响吧？啊，师傅，慢点，慢点。好清澈的水呀！只是若无船只，如何渡涧呢？师傅，我先去看看水有多深，没准能让白马给您驮过去呢。师傅，快跑！快跑，师傅！阿弥陀佛，那妖龙竟吃了白马，这千山万水，可怎生走得呀？再说，这白马跟了我许多时日，受尽劳苦啊，怎么就落得如此下场？师傅，你别这么脓包行吗？这点事儿也值得哭一鼻子。好了，你先在这坐着休息休息，带我去寻那妖龙，把咱的马找回来。哼！是哪个敢在这里夸下海口，辱骂于我？还我马来！少废话！师傅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师傅，我刚将那妖怪骂将出来，打了几个回合，他打不过我，就钻进水里，再也不出来了。你前日打虎之时，曾说有降龙伏虎的手段，今日为何就不能降他？好了，
再去一单争斗，不见个分晓，我绝不回来。哼！反正这翻江倒海，正是俺老孙的拿手好戏。哼！你是从哪里来的泼魔，竟敢如此欺负于我？哼！你管我是哪来的泼魔，快点把马还给我，不然我饶不了你的性命！哈哈哈哈哈！白马被我吞到肚子里，哪还吐得出来呀？不还你又怎样？还马就砍棍，杀了你，替我的马偿命！哪里走？师傅，我正要降那妖怪，为什么你洛寒把他放跑了？这马就送与他吧。啊？为什么？他还我一马才公平。若伤他一命，便是我欠他的了。何况我还有2只脚，照样可以走到灵山。哎呀，你这和尚不是呆便是傻呀你！好，你愿意走就自己走吧，反正我送了你一程，也不欠你什么人情了。你到不了灵山，也不关我的事。哼，走啊，用你这2条腿，使劲走吧你！哼，气死我了！悟空不得无礼。菩萨。弟子唐三藏拜见菩萨。悟空，你到涧边去把他叫来，我替你降他。菩萨，那妖怪肯定拿我老孙当仇人了，我叫他哪肯出来？那白龙本是西海龙王傲润之子，他因纵火烧了殿上明珠。他父王告他忤逆不孝，在天庭上犯了死罪，是我替他向玉帝求情，给唐僧做个脚力。你想，那东土来的凡马，怎能走得了那万水千山？怎能到得了灵山佛地？必须是这个龙马，方能成功。原来还有这段因由。可那白马这般葬送性命，仍是可怜呐。悟空，你去叫一声，傲润龙王、白龙3太子，你出来。有南海菩萨在此，他就出来了。好，菩萨，那我就依您的，试试看啊。傲润龙王3太子，快点出来啊！这有南海观世音菩萨正在找你呢。
就是你。哼，你怕什么呀？我又不是来打你的。哎，我告诉你，现在观世音菩萨正在岸边等你呢，让你速速前去拜见。观音菩萨，白龙叩见观音菩萨，承蒙菩萨活命大恩，白龙在此等候取经人，却不见踪影啊！这不是取经人的大徒弟？他是我的对头。我昨天在此等候，不见取经人，因为肚子饥饿，吃了他的马匹，而他仗着武艺高强，将我打败。喂，你又没问我姓氏名谁，又没问我从哪儿来的，我凭什么告诉你啊？哼！我曾问你是何人，你却只管恫吓于我，并没有说取经的事啊！你这猴头，以示自己本领高强，哪里肯说上半句好话？你如果提起取经二字，又怎么会费这番周折呀？悟空，你动辄非打即骂，不肯与人为善，好言相对，如今白费了气力，也算是自食其果。今番前去，还有等着归顺的。若问起来的时候，你要说取经二字，就不用再劳力劳心，自然会拱手服顺的。要是真这样，那倒好了。变！白马。你必须历尽千辛万苦，用心还了业障，功成之后，超越樊笼，还你个金身正果。多谢观音菩萨。悟空，望你勿生邪念，真心皈依，修得正果。哎，菩萨，哎，菩萨慢走，慢走，菩萨。菩萨，等等啊！菩萨，慢走，慢走，慢走，菩萨，你还是找个旁人来保护这个和尚吧。我老孙不去了，不去了。哼，这去往灵山的路上，少说也有10万8千里之遥啊！让我保护那个肉眼凡胎的和尚，这何时才能到灵山呢？再说呀，这一路之上多磨多难，我老孙都快保护不了自己了。哼，还说什么修成正果？哼，不去了。你当年没有得到人身之前，尚且肯尽心修悟，你今日脱了天灾，怎么反倒生了懒惰之心？佛门中以寂灭成真，有信心才能修得正果。假如到了那伤身害命之处，我许你叫天天应，叫地地灵。到了万难之时，我也会亲自来帮你。你过来，我再赠你一桩本事。变！这是3根救命的毫毛，若到那无际无主的时节，可以随机应变，救得你疾苦之灾。